我帮大家算出来了，花了126万，成本建制下去之后，每个月你可以卖台电5块钱，你一个月大概可以赚1000块。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又过了1个礼拜了。2年前呢，我们曾经拍摄过这个太阳能板，拍完之后，我告诉你，整个市场大乱。南北菜虫一起串联，就是这么简单。有的人呢是为了想要做屋顶隔热，有的人呢是为了想要投资，有的人呢是想要搞绿电，有的人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想要来搞这个太阳能板。那今天身为一个工业知识频道，我们就要来教大家，到底你搞这个太阳能板，究竟你的成本要花到多少钱，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呢，你要怎么样评估你家能不能装太阳能板？基本上拍完这一集应该会出事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跟大家讲，想要卖电的人好了。通常要卖电的人呢，你要怎么样估算你到底能够回收多少钱呢？就是一片太阳能板你大概这个大约的尺寸就是1694 mini 乘以1002 mini 大约，我的大约都是用 mini 的，很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空拍图，就能够估算你的房子里面的屋顶上到底能够建置这个多少大的一个太阳能板。那像这个太阳能板呢，大概就是适合可以6人坐，就是前后坐一个，然后坐。上班开会的时候，你刚好可以用太阳能板开会，这样会有效益吗？办公室这么有钱啊，你用太阳能板当桌子。如果你家办公室会吸晒的话，你可以考虑。好，没有。话说回来，通常太阳能板我们都会装置在这个屋顶上，或者是大楼的上面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先可以估算你的上面能够装置的面积，去除掉大约你上面能够装几片。除完了之后呢，在太阳能板的上面，通常我们会走一个步道。然后跟放一些线槽，因为你还是要有电线，然后要回收这个电能嘛，然后进到你的变压器里面。还有呢，就是水管就是不管你要清洗用啊，还是你要自动洒水啊，这些的线槽，再去加上一个40公分，也就是400 mini。所以呢，总和而得知，这个数学题就可以回到你身上啦。在你家的屋顶上，或者是你要建置的面上，你就可以去换算说你有多少的太阳能板的面积，就可以得知你到底能够回收大概多少千瓦。但是呢，这个在社会上是这么说的，但是里面骗局有很多，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大家一一道来。所以讲到这个建置成本呢，基本上你可以用4大类去想。第一个最贵的当然就是太阳能板，然后第二个就是支架啦，第3个逆变器，第4个呢是送审资料。这个东西我们来一一帮大家解除之后，你就可以算出你家里面到底适不适合装太阳能板。像太阳能板，这边有2片，刚刚桌上这片跟后面那一片，2片基本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就差个几公分。差几公分呢，它的瓦数就有差了，一个是0.41，一个是0.45。请问你猜是哪一个是0.45呢？大的是0.45。这不是废话吧？太阳能板的尺寸不一样，当然就会影响到你的建制成本嘛。所以有些人装大一点点的，就是后面这种是我目前通用型的这个寸球。那另外一个你要计算的成本就是支架。来，请看这个呢就是一个 sample。我们上那个建筑课期中考试，基本上都会用到一个 sample。对，建筑课的期中考试，你可以看出这个跟老师报告的这个模型里面，你知道掺杂了什么学问吗？看来你们2个都不适合念建筑系。有提示吗？提示上面这是什么？太阳能板。太阳能板嘛，这个把杆的人都看得出来嘛。太阳能板下面这个是什么？架子。精准一点，你是我们频道的摄影，我们讲话精准一点。螺丝。阿鲁米支架就是铝支架，然后现在支架当然有很多种，所以你再往下看，这边下面是什么？铁板。精准一点。你来这边几年了？阿鲁米屋顶铁板不是啦，妈啦，阿鲁米屋顶铁板就是铁皮屋上面啊，我们铁皮屋上面不是都会有那个铁皮屋浪板嘛？所以这种呢，它装的其实就是在铁皮上面的阿鲁米支架上面装的太阳能板，有没有？就是一个 sample 了。那后面这个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水管。然后这个是你要走的走道，中间就是让你布线的线槽，电线不会乱丢在上面嘛。正常的厂商线是不会乱丢在上面的，就是大家会把它收在一个好好的保护盖里面，然后让这个你的线去走。所以呢，我们在2年前拍摄的那个场景跟画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那个是棚架式的，也就是说在下面有一个钢构往上之后，按照法规大概是3米多，然后做一个太阳能板。那种呢就统称为棚架式的太阳能板。那这个模型上面呢，你所看到的呢就是平铺式的太阳能板。所以第2个成本就是支架。这个支架呢，如果你今天是棚架式的，那你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因为高度也比较高，这不是废话吧？棚架式的，你等于是做一个棚架之后，你下面还可以泡茶聊天，你还可以在下面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另外一个这种就是平铺式的，直接锁在你的那个
屋顶上面的，那你的价钱就会比较低一点。那另外哦，这个也有分好坏厂商啊。来，像看我们这个旁边阿鲁米这个支架，这看起来都不赶快哦，跟你直接拿那个自攻牙直接干在你的那个屋顶上面的做法又不太一样。第一个，你的这个隔热也会比较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支架的锁固呢，也要能够去阻挡许多台风啊、天灾啊，才不会在那个每次风灾来的时候，就是太阳能板乱飞。那乱飞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是哪一间厂商的，就不要找他做。所以在这个支架上面就有2个不一样的成本考量啊，一个是热进镀锌钢，另外一个呢就是平铺式的，就是这种阿鲁米的材料不一样，所以称公斤回收的时候价钱也不太一样，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下一个呢，长这个样子的东西就叫做逆变器啊，逆变器很重要，因为你光是只有太阳能板是没有用的，你这个电流要回去。不过我知道大家的电学都没有学得很好，但是你看完这一集，你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换算你到底能不能干这件事情，或者是换算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效还是没效。不过呢，在旁边你有看到很多这个支架，这个其实是我很常在有一些频道里面跟大家讲这个所谓的产业啊。你看在这几年，就是因为讲太阳能啊、绿电啊，为什么我们在讲说一个产业它能够带起周边的产业链？台湾缺的就是汽车工业的产业，所以很多的机台跟很多东西它有点无的放矢。那因为呢，整个太阳能的产业当起来了之后，比如说太阳能板，它要架在这个棚架上，它要把它架在这个钢构上，或是呢，它要把它架在屋顶上。你看台湾违建这么多，每一个屋顶从北到南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形状跟构造。所以呢，你看这个铝脊，就因为搞太阳能板这件事情，就开发出了各种不一样奇奇怪怪的铝脊。为了搭配什么呢？为了搭配那些奇怪的违建啊。没有啦，其实违建是不能做的。你要找的是合法的公司去搭配你合法的建筑，合法的建筑上面搭配你不同样的屋顶，然后就可以产生你看不一样的开发形状，对不对？好，讲完逆变器了，这个呢是一个小的逆变器，在逆变器的旁边呢都有一个贴纸，来。6K 瓦，6000瓦。另外一个大台一点，在这个桌上旁边呢，一样，我们来看它这个15K 瓦，这个呢就是一个15K 瓦。我们简单来换算一下，假设今天你家的屋顶上面真的装了一台这个逆变器，那你要搭配多少的太阳能板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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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奢望你，就算了，36片，36片太阳能板大概需要几坪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没有指望你，有一个很快速的算法，除以2。18坪，就简单嘛，所以这个一片等于是几坪？你现在算不出来，这个妈的36除以2等于18坪，那这个等于什么？半坪啊，这半坪嘛，一片而已吧，就半坪。半坪嘛。好，那你搭配这个18坪的地，我再加上你旁边有一些周边效应啦，算你20坪好不好？我们假设今天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把握时间，掌握方向，那你一天能够产出多少的电呢？20坪，36片，加上这一台。你大概可以产出就是60度的电，60度的电可以干什么呢？我知道大家电学都不好，所以我简单的跟大家讲解，60度电哦，大概就是你特斯拉一天可以把它充满，然后呢从台北跑到屏东。60度电呢，可以让1000瓦的冷气让你吹60个小时。你一天冷气能不能吹10个小时，我都疑惑了，你都不用上班吗？等于是一天天气好，你就可以赚6天免费的冷气。真希望，哎呀。第4个成本是我认为人生当中最大的成本，就是送审资料了。你知道，你做所有政府标案哈，80%哦，你的人生身心灵的成本全部都在送审资料哦，你真正做20%而已，简单。但是每次只要跟政府单位有关系的，送审资料80%会消耗到你的人生寿命。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你要自己合法盖电厂，你大概要花多少成本嘛？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跑这些合法的，就是地方政府啊、台电啊，然后再生能源协商啊，然后还有你的结构啊、太阳光电的签证啊，然后还有你的这个上面你要怎么盖啊，就整整一本，然后跟一些结构计算，然后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公文啊，跑来跑去，你的寿命也大概少了80%。所以像这种东西找人代办就好了。我跟你讲，这个政府单位真的要改进，年轻人有心要把很多标案做好，但是光是跑这些送审资料，是我们年轻人不够努力。我们怀念他们。所以总结这些呢，我们身为一个工业知识频道，帮大家算好了。如果今天你是要自己建厂的话，你的成本大概是多少？讲完这种之后，我们会讲另外一种，就是你付钱之后把太阳能板架在别人家楼上。还要讲另外一种呢，你也不想要盖这个，但是你就是当地主出租的哦，所以我会算给大家。所以如果我们用刚刚特斯拉的这种算法哈，我们这种人比较实在，我们给你算20K瓦好不好？就20K WP 啊，棚架式的，你要含税还未税？未税好，国税局注意这个人了，这未税。好，未税我们算起来的话，大概是6万块钱1K瓦未税。那如果我们刚刚算成20K瓦的话，想要一天能够获得60个小时的冷气费，跟获得特斯拉每天你都要从台北开到屏东的话，总共的建制费你大概要花120万未税。
开发票的话如果开发票的话给我趴了，就是126万。你看老板扣最近不这样。当然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速算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有20坪的屋顶空间，那你就可以乘2除2，也就是说你可以盖40片的太阳能板，除2呢就是你可以差不多10 kW。大概就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算起来还是不太那个精准的话，等一下我们在影片后面的时候会丢一个网站给大家看，大家就可以到那个他们的官网上面去算它这个速算可以怎么算，让你知道你这个钱东下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回本，那到底就是对你来说划不划算，还是呢你要可以直接卖给台电。所以我们也帮大家算好了哈，当你花了126万含税金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卖台电，现在卖5到6块钱嘛，对不对？我们和电签约之后呢，每一个月你才可以收多少钱？你花了120万投资，你可以收多少？那个5000块，5000，你呢？要6、7千吧，6、7千块。我帮大家算出来了。我们这个身为工业界的精算师，你花了126万，成本建制下去之后，每个月你可以卖台电5到6块钱，你一个月大概可以赚12000块。比很多大家那个网络上大家幻想的这个还要低很多，但是呢，因为其实它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一个暴利的东西所以你大概换算你大概要10年，10年之后我们等于是有120个月嘛，那你大概就会回收到144万的成本，因为你跟台电签约的时候这个电费就不变，144万的成本之后呢，你之后的10年就开始赚钱咯，也就是说之后10年你还可以再赚144万那如果电费调涨不是调低怎么办？没有，这个就签订啦，这个就很像在对赌，你知道吗？所有的投资高风险就是高报酬低风险那就是低报酬。当你今天有遇到低风险高报酬的东西就绝对是诈骗，就不要怀疑。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工业工程的频道，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坏消息了。我刚刚算的这个东西是卖给台电赚的钱，对不对？但是太阳能板是要维养的你知道太阳能板的维养也不是这么容易不过这个剩下的东西，我们待会在影片后面再跟大家细讲。也就是说呢，这个是如果今天你要在自己上面盖你的电厂，要在你家里面就是变成一个小型绿电厂的话，你要评估的成本大概就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小弟我使用的方法。其实我个人有买太阳能板我买了太阳能板，我花了钱大概每个月就在帮我缴我家里的电费。所以其实坦白讲我每个月的电费都是太阳能板帮我缴的钱。这个呢就是第二种，就是太阳能板的做法，就是你家里没有屋顶，我家没屋顶好可怜，然后我买太阳能板放在别人家的屋顶上。在很多网络上众说纷纭的下面呢，其实有非常多人都会去好笑，就是会跟你讲说这个我一天能够回收多少钱一天能回收多少电但是我跟大家讲，没有这么好的事，因为天气会变化嘛，有时候会下雨嘛，有时候会晴天，有时候会阴天，有时候会冬天，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要考虑到你太阳能板装置的角度。因为每个人都会把你讲最好的数据，就像你买车子，你看我每次买车子我看到它的那个最大里程，我从来没有一次开到那个最大里程过，但是官方他们就会测试一个最屌的数据，然后给你。但是所以一样太阳能板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都要把这个数据再去打折，这个也是一般在业界上不会有人跟你讲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大概有知道这些概念了之后呢，我们下一 part 就带大家去实际的暗场，带大家去看一下电厂，你家到底想不想装太阳能板？嗨，各位，我们又来到了电厂了，这就是一个小型电厂。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在桃园的某一个启智学校，它的屋顶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晴空万里的天气，再加上满满的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你的右手边它就是一个棚架型的。所以它就会差在于是，当然要看你的建筑法规，你们那个地方，如果你是可以棚架型，那也可以达到4米多。然后如果呢，像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已经是顶面的话，那它的法规就是1.5米。那我们大家最关心的，跟最多的网友们每天在靠背在 diss 的，就是说，你又不可能就是你的效率或效能永远这么好，对不对？没错，你讲的都对。因为在正常状况下呢，太阳能板它会脏嘛，所以就是天空的污垢鸟大便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遮蔽物它都会影响到它的效能。另外呢，就是太阳能板的角度，台湾的经纬度你知道几度吗？23.5度。所以其实太阳能板它最好的角度呢，其实也就是20几度，20度到30度之间。这个就会跟整个地球这个经纬度就是有关联的。是不是后悔小时候没有好好学地理？但是呢，因为我们台湾的法规你如果是20几度它的那个斜面其实会倾斜的。基于你在下面呢，可能会有些人会有压迫感或者是一些因为风更大的时候，那个迎风面就不太一样。所以大部分台湾的太阳能板大概就是5到7度而已，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倾斜，但是你不会看它完全躺平的，你也不会看它是斜到20几度的。而另外一个就要看你家的方位了。太阳能板它最好的位置其实就是坐北朝南，朝南向，就是你每天所能够吸收到太阳能是最多的。
按照我们在2年前拍的第1集的补充，台湾大部分哦就在西半部，其实都蛮适合去装太阳板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前几集有跟大家讲过嘛，就是第一个，其实太阳不能太热，不能太大，然后第二个要有风吹，有点风，像今天是阴天，虽然是今天是阴天，其实也是有电的哦。等一下我们可以把那个电表给大家看。而在这集当中，要大家注意跟小心的，就是有一些人是那种无梁电夹、无梁太阳能板，当然就是它能够装越多，它越赚钱嘛。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到，有的时候旁边会有遮蔽物。什么遮蔽物嘞？假设哦，你家在上面装太阳能板，就突然你家旁边盖了一个大楼，但是呢，你跟台电又签约签了20年，这个时候怎么他妈差赛？你就是你的太阳能全部都被那个遮蔽物挡住了，没用。那另外就是看你后面这个，后面就有很多栋，都是后面才盖起来的大楼，所以嘞，你在做这个太阳能板的时候，你最好用3D 模拟图。去看一下，就是你的周围这个太阳光的照射，旁边有没有什么广告看板啊，或者是旁边有没有一些违章建筑啊，会挡住你的太阳能板，或者是旁边有没有那个土地面积，那个基地超大的空地有没有？就基地超大的空地你都要很注意，可能旁边就是以后会盖成大楼，这种东西你也是要在做太阳能板之前，你要先想好，不要被很多厂商骗了，就是签约了。除了建筑外的遮蔽呢，就是房子的它也是会有遮蔽的，像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屋凸，你看它屋凸旁边跟太阳能板中间会有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呢，就是也是因为为了在太阳在移动的时候，这个阴影遮蔽。然后另外还有就注意你的水塔也是会长到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用3D 模拟图去模拟出从早上9点到3点这段时间它的那个效能是最好的。所以你就要抓9点到3点，这个太阳呢能不能完完全全的照到你的太阳能板，这样子你的那个回收效率才会高，得到的电才会多。另外你今天如果自建了这个太阳能发电厂，你另外要接下来的就承受这20年后面所有的保养。跟所有的就是可变因素跟不可变因素，就是这些你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大部分呢，通常会有经过4个就是主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你的清洁，清洗大概就是1年1次，就是其实用自来水洗就好了，喷一喷、刷一刷，这样就 OK 了，不需要用到什么化学药剂或什么奇怪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巡检，比如说1年2次，你要检查你的钢构啊，检查你的太阳能板啊，这个逆变器有没有故障啊，还有就是中间有没有重新破损啊。第3个就是监控。监控也是重要的，监控就是它有没有出意外啊，或者是监控就是它的回收效率好不好啊，或者是监控就是说为什么明明放了这么多太阳能板，为什么电都没上来啊？这个也是监控，监控也是个成本。第4个保险，保险里面就称为叫做电子设备险。电子设备险呢，就是有时候这个线会被什么松鼠咬断啊，或者是这个线会被鸟啄断啊，或者是就是它突然可能老化龟裂啊，或者是今天成逆变器怎么了啊？总而言之，就是先有一个保险，那以防万一嘛。所以呢，不是你这个电厂这样盖完了，今天就没事了。接下来的20年，你还是要继续做微养的动作。那微养的这个费用怎么算呢？我们今天也帮大家简单的算出来了。你可以去算，就是你的造价费的2%。所以有一些厂商他们有直接整个承包，就是用你的电费这样直接算，然后帮你微养。然后有的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微养的话，你也可以估算一下，这个也就是通常大家没有讲。一般人不太知道的隐形成本。那今天你看到没有？旁边种菜，那边种电。我们这个电厂呢，大概也经过1年的时间了。今天就要来清洗这个电厂。其实1年的时间有点灰尘，但是也还好，因为台湾会下雨。下雨的时候它会自然清洁。那有一些呢，就是鸟大便，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深层的污垢，我们就是等一下直接用刷子来把它洗洗。好，那我们就开始清洗吧。Let's go。各位，清洁完了，你现在是不是对于一个电厂到底保养建制，跟它到底最后能不能让你赚到钱，依然充满着疑惑了？我手上拿到了一份瑞士银行的本票。你讲什么笑话啊？拿到一份阳光伏特加2年前我们拍摄的那间公司，他们所提供给我们的台湾电力公司的电费通知单。这个电费通知单呢，就是再生能源你卖给台电的价钱，就在我手上。这个呢，台中清水啊，台中清水的案场，我们给大家估一下，如果你家的屋顶有40坪的话，你大概1年可以赚多少钱啊？我这边有收入24000块的，28000块的，31000块，35000块，然后跟28000块，还有26000块，把它全部呢，总共加一加，加起来嘞，总金额1年赚了17.5万。而当时呢，这份的造价建厂的费用呢，大概花了123万。我们刚刚大家提醒到了，跟很多厂商不会跟大家讲的这个微养的费用。多少钱呢？1年花了24000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造价费的2%啦，刚刚好。所以你就17.5万减掉2.4万，等于是你1年会收入15.1万的净收入。所以这个收入呢，你再回去扣掉
这个一开始建制的123万呢，大概就是8.2年啦，在8到9年的时候你就开始回本，9年之后呢，你就开始会得到每一年你会有一个15万块的台币收入。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可以看着这张单子，就是我们把它 po 在网络上哈，就是你可以换算一下这个电费大概是多少钱。通常这种合约就是一签20年，所以像我们2年前在拍的时候，它的回收电价好像是6.3块吧，还是6.4块，我忘记了。然后现在呢，差不多是6.0几块。所以它的玩法是这样子：你如果在那一年你觉得这个电价 OK， 你一签就是20年。那它如果后面逐年递减的时候，那你就是越晚签的时候，那你可能接下来20年的固定的收入它就会变少一点点。但是因为我们在2年前拍完一集之后呢，整个市场火热啊，火热到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人都出来抢太阳能板这个市场，所以我们也想要用这支影片，然后让大家去重新认识跟评估一下，就是到底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成本，怎么样去计算，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规划你的电厂会比较好。所以啊，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你在安装报价的时候呢，或者是你要自建电厂，就是很多的小细节跟工程的美感，大家要小心要注意。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所有的电厂在盖好之后，你一定要有固定的维养跟固定的维护，这样子你才有可能能够回到20年前的回收，也不要被很多的厂商去骗。就是说啊，你要用下去，然后你就可以马上爽20年，这没有这回事。所以呢，太阳能板的好处就是在建筑上，你除了能够隔热之外，那另外它也比较不受一些金融市场的一些影响，就是让你有一些钱，比如说放下去投资啊，什么今天美国干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就台股就崩盘，太阳能板就比较不会发生这种就是随便一个风声，然后就突然股市怎么样之类的。那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呢，可以去回应一下上一集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的问题，跟撇除掉一些网络上的流言蜚语，以一种工程的概念跟细算的方式，去让大家认识这个电厂你可以怎么样规划。所以总而言之，参与太阳能的方式呢，有第一种自建电厂，第二种把你家的屋顶出租给别人盖，然后第三种就像我干的事情，去买太阳能板，然后放在别人家的屋顶上。总而言之，台湾缺电，那这个电网的维护，如果你也可以尽一份心力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咯。好，那以上就是这集的超生少年。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类型的影片，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来支持我们，或者是你可以跟着我们看首播。那另外呢，最近我们的少女们也开了超认真少年无限公司的频道，里面有人不一样的影片，大家可以上去看哦。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如果你有任何的工业问题，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拜拜，我要行光合作用。我要重电。